中共想在2027年进犯台湾，可能不会实现。但是，台湾最危险的时间点，竟然是2028年吗？前澳洲总理陆克文最近不断警告，两岸有可能会在2028年引爆台海危机。为什么呢？美国跟伊朗交战到现在无法停火，是北京在搞鬼吗？还有中共所谓的国师张维为声称，台湾2028没有下一次大选了，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好，我是唐浩。最近呢，2028年在台湾社会成为一个非常火热的新闻点哦。一个是因为上海复旦大学的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他去年在武汉的一场关于武统台湾的演讲呢，再次被拿出来热议。张维为很狂妄地宣称说台湾没有下一次大选了。那另一个原因是呢，前澳洲总理陆克文最近不断地在美国和澳洲的媒体受访，他警告呢，2028年很可能是中共对台湾动武的高风险期。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先讲张维为，这是他去年的演讲片段。第一呢，就是解决台湾问题时机越来越成熟，说不定哪天你一醒来已经解放了统一日。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台湾没有下一次大选了。他说的话你相信吗？首先我们要知道张维为虽然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过课，因此被称为国师，但是呢，他讲的话非常的不靠谱。他最擅长的就是极端的夸大中共，极端的贬义外敌，同时呢，极端的简化国际事务，用很粗暴傲慢的语言来吹捧中共。但是他也经常因此误判了。那不止海外人不喜欢他，就连在国内也很多人不喜欢他。比方说，张维为曾经吹捧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政治家在做大事，结果呢，薄熙来因为严重的贪腐、搞政变以及对法轮功学员火摘器官而落马了，人正在秦城监狱里做大事呢。那今年初，美国成功的活捉了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结果张维为竟然说这个行动展示了美国的弱势。那这个鬼逻辑连中国人民都听不下去，网络上是骂声一片，批评他睁眼说瞎话。那也是在今年初，张维为在电视节目上自豪地宣称说，世界上能够大口吃肉、大口吃蔬菜的只有中国。结果呢，当然又是立马翻车了，沦为国际笑柄了。那说穿了，张维为其实是一个用语言暴力来歌颂共产党，用爱国鸦片来毒害中国人智商的知识贩毒分子。连中国人也对他是不以为然。所以呢，在2022年网络上传出了张维为被人殴打的时候虽然消息是假的，但是网络上却一片叫好，喝彩连连，就可以看出他的民间声望跟可信度有多高了。因此呢，张维为声称台湾2028年没有总统大选了，其实呢，只是一种对共产党的谄媚口号，对台湾的统战笑话。没有什么实质意义毕竟呢，现在习近平自己把中央军委给团灭了，他不信任军方，军方也不信任他，那这要怎么出兵了？再加上中国制造的武器系统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都被美军完全压制，完全无用。那马杜罗和哈梅内伊还被美军给斩首了。那你说习这2年敢出兵吗？恐怕是不敢的。好，看完张维为的笑话呢，接下来这个就得严肃对待了。前澳洲总理陆克文最近是频频的在国际媒体上露面，他反复的警告说，台湾要戒备中共犯台的时间点不是2027年中共建军100年这个窗口，2028年才是台湾跟全世界最需要戒备的时间。好，我们先说一下陆克文陆克文应该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曾经用中文跟习近平面对面谈话的国家领袖。因为陆克文大学时他读的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他还曾经到台湾的师范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去进修中文，但后来呢还被派驻到北京当外交官，所以他的普通话是非常的流利，甚至呢还能够背诵《三字经》，所以陆克文对中国跟两岸是有很深的了解的。不过呢，他在政治立场上是相对比较亲近中方的。当然了，他也在中国批评过中共的人权问题，也不是对中共是100%顺的。但是呢，他的政策跟言论还是相对比较对中国友好的。那为什么陆克文认为2028年对台湾是风险最高的窗口呢？有3个主因他说第一，
习近平会在2027年的秋天的20大再次连任。第二呢，是2028年初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如果是民进党再次胜选，那中共可能就会以反台独和反国家分裂的名义，从而考虑动武。第三呢，川普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共的威慑力量有多大呢？态度有多坚定呢？好，陆克文这3点主张我认为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哦。毕竟习近平在2027年如果顺利连任的话，到时候呢，一定会有更多的权力傲慢跟过度的自信，加上他自己身体不好，可能会想尽快的干个大事业，来成就他统一祖国的历史地位。而且呢，估计中共跟国民党内部也都评估过了，就目前台湾的选民人口结构来看的话呢，如果国民党不能在2028年拿下台湾政权的话，那往后的年轻选民就更不可能投给亲共政党了。那中共想通过代理人一夕之间拿下台湾政权的最低价战略，很可能就成了泡影。特别是如果川普到时候对中共也放软了，或者对台湾轻忽了，那确实会给习近平带来很大的动武诱因。那这3个因素呢，很可能就会融合成一场完美风暴，引爆两岸的战火。不过我也认为陆克文的说法呢不一定会成真，因为呢还有好多的变数会阻碍着中共出兵。有哪些变数呢？我们等会说。再过2周就是7夕情人节了，您准备送另一半什么礼物呢？如果还没准备的话，那么来自韩国的美元皂会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呢它会带给您顶级的沐浴体验和舒服滑嫩的肌肤。美元皂不是普通的肥皂可以说是一瓶给肌肤的天然矿泉水。因为呢，美元皂强调美的本源是来自天上，所以使用的是纯天然的原料包括了椰子油、杏仁油、薄荷、芦荟等等。那最重要的是还有独家的矿物质水，所以整个肥皂呢有很丰富的天然矿物元素，不但可以有效的清洁抗菌，还可以深层的滋润肌肤、修复肌肤，就好像给肌肤喝了一整瓶矿泉水那皮肤变得很水嫩光滑，一点也不干涩，就好像身上有一层纳米保护膜一样，是非常的舒服。那我自己是用了好几个月了，觉得效果很好，才跟您分享。到现在我每天还在用呢。那美元皂呢是在韩国制造的，没有化学添加物，不刺激皮肤，可以从头洗到脚，所以也很适合外出旅游使用。一块肥皂就可以搞定全身。而且呢，美元皂的泡沫是非常的细腻绵密，可以深入毛孔来清洁，就像在给每个毛孔做按摩一样，是非常的舒畅，非常值得您来体验或者是送给另一半。您可以到普瑞堂公司的网站 puritang.com， 或者在我们节目视窗底下的说明里头找到这个链接，只要您输入优惠码堂号 TANGHAO， 不分大小写，就可以获得全球配送免运费的优惠。那这会是非常好的情人节礼物。平心而论呢，陆克文的主张呢，很可能是想要呼吁川普政府要重视对台湾的防御和军事援助。但是呢，从另一方面讲呢，也可能会被解读成是帮中共下台湾，要台湾人民别再投给民进党，不然呢，阿共就会打过来了。不过，阿共真的会在2028打台湾吗？我想变数还太多了，我们就一个一个讲。第一呢，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和掌握能到位吗？我们知道，现在习还在大力的清洗军队，那现在也许开始提拔了几个他认为够忠诚的上将，但是这些上将会不会又是两面人呢？而且像我们这种了解军队实务的人都知道，带兵呢要带心。这些因为政治忠诚而被提拔的新上将们，能让中层和基层的官士兵服气吗？能让他们信任和听令吗？我认为很有难度。第二，共军还有真正懂打仗的人吗？张幼霞没落马之前呢，是中央军委里面唯一有实战经历的老将军，他懂得打仗是怎么回事。但是张幼霞被习抓了，而原本负责台海作战的军头何卫东也因为贪腐落马了。那谁还能真正指挥台海作战呢？这可不是网络游戏是一命换一命的生死决战。第三，共军的虚假战力能来得及修复吗？
何卫东生前说过，是他落马之前说过，中共军队贪腐太严重了，导致了虚假作战能力。那何卫东说的是大实话，因为伊朗和委内瑞拉都用血的教训验证了中共武装的假大空。这个虚假战力能够在2028年以前就修复吗？恐怕很难。第四，川普真的会变成跛鸭总统吗？2028年是川普任期的最后一年了，但依据美国宪法，川普是不能再连任了，所以中共很可能会再赌今年中期选举，让共和党丢掉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然后呢，在未来2年让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来掣肘川普，不断弹劾川普，让川普陷入国内的政争，没有心力也没有能力再跟中共去打架。但是今年底共和党真的会输掉众议院吗？川普如果真的跛鸭了，他就不会介入台海阻挡中共犯台吗？还有别忘了，虽然民主党之内确实有一批政客被中共收买或者渗透了，但是呢，过去几年在拜登政府任内民主党可是强力支持台湾、保卫台湾的。说白了，捍卫台湾就是保卫美国的安全和利益。那这一点已经是美国两党的共识，也几乎是唯一的共识。第五反共保台很可能会是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议题。目前就台面上来看2028年最有可能代表共和党角逐白宫的，应该就是副总统万斯跟国务卿卢比奥了。那这2个人都是非常坚定的反共者，也非常的了解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所以民主党的候选人不管是谁参选，到时候也都得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共强硬表态。毕竟台湾可是美国高端芯片的主要来源。如果美国丢掉台积电的话，就会像麦当劳丢掉金色拱门一样，没人认得了，也没有竞争力了。第六，美国的弹药库正在加速补充。最近许多美国媒体跟智库都披露了美国在伊朗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库存，特别是战斧导弹跟防空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导弹。那估计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最近不再轻易的密集轰炸的主因。但是距离2028年之间还有2年的时间了。那这段时间估计美军会省吃俭用来回补弹药库。毕竟美国真正的头号威胁不是伊朗，而是北京。那川普现在口口声声说习近平是好朋友，就是不想太早跟中共开战，来争取更多的备战时间。第七，台湾2028年大选的反共决心有多强呢？2028总统大选的结果绝对是中共观察台湾意志的最重要风向标。如果台湾选民展现出很强大的反共意志，那么中共势必会顾虑再三。毕竟中共没有打过2期登陆战，更害怕持久战，所以没有条件跟一个强大的反共台湾来对抗。那反之如果台湾选民的反共意志不强，或者是民意呈现出5.5波的统独分裂，那么就会让中共嗅到血腥的气味，就会加大习近平赌一把的概率。因为中共只需要开战施压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会让台湾内部自己投降了。那中共的统一成本跟风险就能够压低。所以2028年的大选，甚至是今年底的9合1选举其实都联动着中共对台湾动武的评估。当然了，还有其他因素也有关系但是整体来说这7大因素都是影响中共在2028年动武的变数。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告诉我。陆克文最近在澳洲广播公司的访问里头他爆了一个大料，伊朗其实正在悄悄地帮中共实现夺台计划。Often a saying within Chinese political circles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whenever the US gets really serious about the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and economic challenge, don't worry, our old friend will always come back. And then you ask, well, who's our old friend? And they say, the Middle East, of course. 老朋友中东。陆克文说这段话确实透露了他是个中国通，很清楚北京政治圈的国际游戏规则，但是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为什么美伊战争为什么停不了火呢？因为中共跟伊朗在勾结着，中共利用中东老朋友来牵制他的最大眼中钉美国。怎么牵制呢？我们以前分析过，
就是简单一个字：耗。首先呢，在军事上用伊朗来长期消耗美军的弹药跟武装设备，同时消耗美军的士气，让美军无法同时兼顾中东和台海两大战场。其次呢，在社会上消耗美国国内的民心，让美国人民反战情绪升温，从而促使未来的美国政治人物不再敢轻易的介入海外的战争。再来，在政治上呢，消耗掉共和党的选票。中共希望共和党输掉众议院的主导权，从而让川普在未来2年之内陷入跛压总统的被动劣势，从而呢疏解中共进犯台湾的风险。最后，在国际上呢，要消耗世界各国对美国的信任与配合。美伊战争时间拉长了，那国际油价就会持续上涨，那不但会造成国际经济的不稳定，也会让中东产油国的石油经济受到影响。这样呢，就能够轻易的煽动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不满情绪，从而有利于中共的台海布局。当然了，中共这招联伊制美的战术呢，能不能成功呢，还有待观察。毕竟美国不可能不知道这套伎俩，也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在背后搞鬼呢，才让伊朗是一直不愿投降或者是停火。所以我认为美国、中国、伊朗和台湾呢，已经连成了一张大战场了。那每个角色的表现都联动着台湾的未来，但是中共要想在2028年进犯台湾呢，我认为还有很大的变数跟难度呢。好，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感谢您收看，别忘了订阅、留言、按赞，我们下次再会。